我们这里还是让它顺便也录了一下像。那么这是一张长条的纸啊，长条的纸，咱们在这靠这个纸的这个边呢，我们画牡丹，那么这个牡丹也不一定要让它有非常多的一种这个变化啊，咱们也不要很多的变化，咱们就拿就画一种花也没关系啊。我们在这里画牡丹，就是这个牡丹的方向呢，咱们要让它有一点变化啊。这个花我们不一定要画很多的品种，上次我们画的是品种是比较多的啊。那么这次呢，我们不一定要画很多的品种，关键你要把这个花的感觉啊，这个画出来是吧？怎么让它多一点点这种花的感觉？这个花头的话，多几个没关系啊。笔尖上呢，我们去蘸深一点的墨。这里不碰上啊，不要碰上，碰上就画进去了，不碰上，不碰上它不会画。那么这个红颜色我们要调到里面一点，调到里面一点啊。看得多了，我们现在现在越看越多了，这个画。你看这一朵花就好了，是吧？那花的品种是很多了，是吧？然后这个上面我们再画，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啊，还是靠一边的地方呢，我们还是让它这个淡一些啊，那个靠这个花朵的那一头呢，我们再把它深一点。
我们给它抠一口，你看这里抠一口，它就一个层次啊。这里我们再画。抠，把那个花瓣的形状抠出来。靠底下以后才看得见啊。咱们把这个红的花先画好，再看看涂的什么其他的颜色。其实就画一个红的也挺好啊。那么这里我们就画小花苞。这两朵花两个头。
我们还可以把它画一个，调个紫颜色吧，啊，花青和它属红，调出一个紫颜色来。白颜色我们还得要加一点儿。这3朵变一条线了，有一种感觉。我们这里还可以画一朵，这不能高，只能画一半。然后我那边要画石头，上面还要停鸟，是吧？这里加一个小的花苞。这个中间藤黄，红的中间是绿，偏黄是绿，填在这红的里面，它就很嫩。趁它的湿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这个上头压一点白粉，它这个层次就更加好一点。
那么这里我们还得要画花啊，画上一朵花。这里我们也给它画上，先多画一点花没关系的，到时候我们给它叶子一穿它就可以。这里咱们再来一点，我们可以用个胭脂啊，让它变化一些。采取一种留白的方法。这留白，这方法也很有意思啊。然后再抠一下，把它层次抠出来。这个胭脂啊，找出它的那个花瓣。这画好了啊，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上头再压白粉，它就出来另外一个层次啊。那么我们也拿黄绿填一下。那么这里也是淡的，这里也是淡的，两个我们必须要让它有一个能看得出来。
所以这里必须要升，升了以后，这两个花瓣就分开了。当然，这张画是以牡丹为主啊。搞一个未开的。对吧？好，这画好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都看成，这个把它看成一组花，这个把它看成一组花。藤黄。这花托，然后画叶，叶可以深一点，墨绿。墨绿色啊，
哎，这里我画，哎，画一点叶啊。那么我们不要给它搞得很清楚，这个哪里的叶在哪里啊？因为这个一重的东西啊，它那就分不清楚。然后再拿一点黄绿的颜色，偏黄的绿啊，笔尖上去蘸一点胭脂。画这个花，加上一点点叶，这里加上一点点叶，不一定画满啊。空下来就可以，然后用左手加一点墨，画一点老干子，不要画太高，太高上面要写字。好，这样呢，我们下面这部分的牡丹呢，就差不多差不多有这感觉，够筋吧？可以够叶筋了。趁它湿的时候啊，给它够筋。
刮一下啊，这个浓墨刮一下，然后用也是黄绿，偏黄的绿，笔尖上去沾上胭脂，咱们去画这个上面的芽。这里芯子里面我们加一点黑，画花心的时候它用处啊。那么我们可以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因为这个纸啊有点病，我们可以抠一下啊，把那个花瓣我们再给强调一下，我们抠一下。用这个，要不病的话呢，就没有问题了。有病的话，我们可以抠一下。有的纸啊，它特别病，我们病的花瓣就清楚了。用石绿或者石青啊，把它刮心点一点。用石绿也可以点，用石青也可以点。这个紫颜色也是这样，中间抠一下。如果它不病的话，我们不必抠，但是它有病，有些病呢，我们必须要抠。我们的花瓣看不见，然后我们点的花心。
是吧？哎，要花到10，哦，超过。然后这边我们就上面画一个，画两个鸟，这还是红嘴蓝雀。因为我上一次跟你们讲我要画2张了，对不对？那么这里呢，我们再画1张，那是给它画个小写意的啊。嘴巴红颜色，我们就直接拿这个红色。直接用这个红颜色，我们可以拿大红，这都可以的，没关系啊。没有大红嘛，你曙红加一点珠标也可以。我们在这里画一个。可能就是有点远的吧，我们放下来一点啊。画鸟的时候咱们放下来一点，看得清楚了。画鸟的时候我们放下来一点，红嘴蓝雀也不小啊。还有一个红的嘴，红的脚，这里我们要用浓墨先画出它的眼睛，然后蘸了浓墨谁在上面用的混凝啊？用了浓墨画出它的头。这个过眼线这个地方我们要控制一下，因为这个头部这位置很重要。一个是它的一个腮线，这是个夹线啊，我们也很重要，是吧？然后这是这个下面的一个头部，因为它都是黑颜色，我们拿着黑的给它涂掉。时髦的办法啊，时髦的办法。对吧？然后它的一个头顶白色，白的上面有些点子，然后呢，这是它的胸脯，这里要给它分开一点啊。小写意嘛，它就比较
快一点，用丝毛的办法啊，再把它补上啊，是吧？好，然后我们毛笔去蘸一点点淡水，在这个上面撕毛，这是它的背。它的背，然后蘸一点浓墨，这是它的腹羽，然后这里是3节飞羽、2节飞羽，这里是1节飞羽，画上。这是它另外半边的翅膀。那么这个尾巴它是长长的尾巴，所以我们这样看过来以后呢，先定个位啊，在这里，然后在眼睛看到是这里一点正好过来啊，正好过来。然后它是2根嘛，啊，一根是这么弯过来，这一根是这么弯过来啊，2根正好是它的尾巴，这里是它的一个尾下腹羽，这是2个长的尾羽，这也是尾羽啊，这里是尾下腹羽，沾一点水，它就是这个墨就淡了啊，淡了，咱们呢在这里呢下来看，这是尾下腹羽啊，这是一个角的位置，过来前面的角的位置再给它连上，你看这个鸟动形态就好了啊，形态就好了。那么然后我们刚才有一支曙红这个大红的一支毛笔，那么拿它来画角，拿它来画角，这里蹲一蹲，蹲一蹲下去，提起来往下压，然后在这里是前面另外一个角啊，蹲一蹲，压下来，再蹲一下，2个角，然后拿黑的去画它的爪子。这样呢，我们小写意的这部分就好了。我们等一会儿干了以后压上17啊。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掉线，呵呵啊。是我掉线，对吧？我们这样的通过小写意的办法，我们先画了第一个红嘴蓝雀，关键的话我们是要画熟。你看要画熟的话，一个鸟，我要不跟你们讲话，我画起来一会儿就画完了啊。然后呢，咱们在这个上头，咱们再画一个鸟，我们要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我们还不能画到天上，因为我们这里还有一些玉兰要画我们还不能画到天。但是呢，这2个鸟也不能画平，我们要画到这上头一点，而且还得要注意它的一个角度。
还要注意它的一个角度，两个鸟的姿势还不能够让它这个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在画第二个鸟的时候呢，咱们先定好一个嘴巴的位置啊，先定好一个嘴巴的位置。它的嘴在这里，我们的嘴在往上，肯定它这个鸟就高了。如果给它画平，很可能就是跟它一样平，在一个直线上。所以我们呢要让它画高。你看我这个地方嘴在这里啊，是吧？这也是红嘴，给它画好。画好以后，还是用这个浓墨啊，先把它的眼睛画出来。你看，这是眼睛的位置，眼睛高，眼睛低，来决定了它这个头扭的一个角度。我一般呢，我画起来的话，我会先把这个额头啊先画好，画好以后，然后先吃一个过眼线。先吃个过眼线啊，给它画出来，然后我会看到一个腮线这个夹线，我们给它画出来，要画头部的画是吧？哎，那么它这里还有个腮线，这里还有个喉线，你看，这个几根线呢，都是它。对他来讲是比较每个鸟都这样啊。那这喉线呢，在这方我们这个越是宽，这个头越是扭过来啊。那么它这个头上呢，它也有白的一个头顶上有白毛啊，带白毛，然后我们给它，你看画出来以后。这里是它的喉部，也就是说头部到这个位置它就没有了啊，头部到这个位置就没有了，下面开始是喉部了啊。那么但是呢，它有胸口那条毛也是黑的，我们照着画下来。由于这个嘴上去了以后，这个毛在这里，它嘴上去这么多啊，这个差不多水平到这里，这个毛也就画到这里。那么它这肯定它是有一个前后了啊，一个前后。是吧？画前后以后呢，我们就蘸一点水，蘸点清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点背，是吧？哎，然后呢，沾了墨，这个时候也不能很浓的墨了啊，浮余。因为很浓的墨会跟它有冲突了啊，冲突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稍微微余我们也给它弄的啊，这个飞余我们也淡一些，要不然跟它有冲突啊，冲突。那这个尾巴呢，我们可以这样翘，但是不能给它一样平行，我们可以设计的这个尾巴我们翘一点，这尾巴应该在这个位置啊。所以呢，我们定一下，这上面的位置定一下，下面的位置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说啊。咱们先把这个画下来。你看身体，这个是它的一个身体啊，身体，嘴上去这么多，肚子也上去这么多，所以身体一般的情况下，它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肯定是怎么说啊？高低就出来了
啊，它有高低了，要不然它没高低，是吧？这是尾下的腹羽，所以这尾巴已经在这里长出来，再在这里我们把它拉下来，你看这尾巴啊。那我们说这个尾巴它也是2根嘛，啊，头上是白的，很好看的这长尾蓝雀啊。对吧？那么，当我们这好了以后，我们把这搅化一下啊，搅化一下。那小血液很快了啊，嚓一下子就光了。哎，这里蹲一蹲，看看啊，蹲一蹲，拎起来，再蹲一蹲。你看这个角，那么还有一个角呢，我们要去看这个重心了，看看这个重心两边分量是不是差不多。所以还有一个角呢，我们这个脚掌跟那个重心它在一个线上啊，是在左右对称。所以还有一个角在哪里？应该在这里啊。我们看一下，这对称，重心在这里，所以还有一个角还不能够离开太远啊。还有一个角应该在这里。沾了墨拿一点点淡墨呢，我们来处理一下啊，把这个上面处理一下，要不然的话，我们看上去这个身体啊，要不然这身体就是一个平的，咱们来给它淡墨给它擦一下，你看，它身体就是圆的了，是吧？它就有立体的感觉。好，我们要等它干，等它干啊，等它干嘛，我们就要画一块石头啊，画一块石头。这边出来，从那个左面这出来是海棠，这个构图其实差不多，你也不能够一模一样，对吧？一模一样的话，那人家也要说话，你要跟他差不多嘛，我们。因为这个都是商品的东西，都无所谓，他画廊里面他也卖出去，但是你要叫我画的一模一样嘛，我也不愿意干啊，所以构图差不多啊，我们让它有一个稍微有一点变化啊。那么这里是我们画的垂丝海棠。垂丝海棠呢也不一定很多了，这个意思的，因为这个画叫玉堂富贵，玉堂富贵嘛，肯定它是跟那个海棠有关系，玉兰、海棠、牡丹叫玉堂富贵，对吧？那么挂一个这种鸟呢，这长绶带嘛。这是蓝雀，我们以前也把它当成绶带来看的。对吧？你看这个都是树枝，发好了树枝以后。我们上面加花就是然后我们用那个绿颜色，这个绿颜色呢，藤黄加花青调出一个黄绿，然后笔尖上去蘸上胭脂。咱们在这里
在这个树梢上面呢，咱们把叶子给画好。这个叶子在这个梢都在这个梢头上。当然，在这里有一个枝也有可能会长花出来啊，长叶子出来，都在这个梢头上。最近这2天我都是还债，白天呢有一点事情，明天上午我肯定也是不能画了啊！明天上午还得到医院去，还得去看看老娘。对吧？这个其实很画起来，你也画得顺了，也很快了，对不对？因为我是画得很熟的，这种用笔对我来讲，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啊，太熟了，画了好几十年了，这种用笔。它有个叶柄出来，然后左一笔右一笔，然后笔尖上挑一个尖，它就叶子就好了。这个从外面画到里头去，顺手。这个是从外面画到里面去，顺手，对吧？画一个柄，它这个叶子就长牢了，是吧？然后呢，因为它湿的，我们暂时先不要去管它，要干了我们才去管它。现在它湿的时候，咱们暂时不去管它，快干了你都要小心了啊。然后拿这个白粉调一下，笔尖上去蘸上曙红。曙红，然后我们在这里画，像梅花一样的画，离开这个树枝啊，离开这个叶子，咱们在这里画嘛画，这沾了深颜色，沾了淡颜色无所谓，我们就这么画上去，五笔啊，没有了再去沾深颜色，对吧？你看，深淡的都没关系。这里不要画正面的，不要把这个五瓣都画成，都画的一样大小，对吧？对呗。我们旁边细一点，中间两个大一点，它就侧过来，侧面。你看这细一点，然后这两边大远一点，那就是侧面，侧过来啊。沾了深的这个红颜色呢，咱们就去画它的花苞，小花苞，长长的柄，所以我们可以画到外头稍微深一点的画到外面。那这里面呢，我们就给它几个小花骨朵下面这里我们还可以给它有花。
这里跟它有画啊。我们要看这个看好了这个世界。哎，这里呢，我们给它都是小花包。那么你们因为画的比较慢是吧？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让它这个上面干掉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差不多了，你就得勾筋。勾筋，我们就拿这个胭脂加一点墨，来把它的叶筋给勾出来。它就这个黑里面有一点带一点红嘛。是吧？这里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把它赶紧把叶筋给勾了。这里我们拿点这个颜色，我们把这个叶筋给勾掉啊。对吧？筋勾好以后，咱们这个花还得要再补起来。那么靠近这个角这个边上呢，我们花要多一点，因为它要压分量。但是呢，这里和我们前面那张花月图不同，怎么呢？因为上面这个玉兰都朝这个边上去了，所以这里不会轻的，不像上一次是这个玉兰在中间，所以这个紧边上是玉兰靠边了，一般的来讲，我们都不要去考虑它的边上是不是分量轻。对吧？这里它都有一点。那么画好以后，我们拿一点点黄绿色在中间呢填一下，中间填一下，花心的中间我们填一下。填好以后，咱们还是拿这个胭脂。画什么呢？画它的这根长长的筋。你看这有花托，然后一根根筋给它连上。翠丝海棠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筋。那么也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这一点上，过来这一点上，这一点上。
你看这一点过去，这把它给它连上，一根根筋连上啊。这个，然后里面点上花心，跟那个梅花一样点上花心，这个海棠就好了啊。这个现在还没有干，我们可不可以画那个花心呢？也可以啊，我们只要这个颜色厚一点就可以了，它就不会画。对吧？然后在这里啊，这个都是商品画。它不像我那画老虎啊，前两天画这个野鸭啊，这个是作品啊。人家这个收藏的人呢，内行的都收作品，外行的都收这些东西。他是只不过是去布置一下，这很俗的东西都是。对吧？好了，现在花心一搞，对吧？那么我们这垂丝海棠啊就好了。我们下面把这里画下去。那么这边呢，我们花朝这边开。那么从这一朵呢，我们让它朝这边开。还是这个颜色呢，我们这个我们稍微让它好看一点颜色没关系啊。咱们用珠标来画一个。我们调好了珠标这个颜色饱满一点啊。画珠标这种花的时候，我们这个颜色要饱满一些。然后我们就用一点曙红，或者我们去用一点大红这都可以。那么一般呢，我们用曙红的多一些，因为这个曙红呢颜色比较深一点啊。那么这朵既然我们朝这边开呢，在这里我们给它，你看。这个花瓣就基本上是扁的啊，扁的。你看这里也是扁的，是吧？这里给它搞一个半圆形的圆弧，然后再画的时候，这个红颜色呢，我们就要多蘸一点，而且要蘸的要靠里面一点啊，在这里呢抠一下，还不能画死啊，里头你看我有很多空隙，那么为什么呢？我们要抠一下这个花瓣的形状。
非常讨厌这个呱呱呱一下，马上这个交流声就出来，所以上线通知呱呱呱一下，非常讨厌。你看，然后这边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侧面这么宽，这边也是那么宽啊，不要这个要这个宽度差不多，跟这个宽度差不多啊，要不然这个花就显得很小啊，显得很小。上面这个花没关系，花瓣没关系，但是我们这边一定要宽度一定要正好啊。真讨厌这个咕咕咕咕响。现在我什么原因还找不到，到现在这个为什么不能放这个录像的时候声音两个声音也不好，我到现在也找不到原因，我也没有到他们那个什么专门的房间去。说老实话，这个有点，我也有点心里面有点不太平衡。好，现在呢，我们这朵花画好了，怎么又来了？怎么回事啊？大家听到咕咕咕咕这个声音吗？像那交流电的声音，我们听到吗？那这个呢，我们把这朵花画好啊。很讨厌的这个声音，他都谁一上来，马上这个交流就响了啊。然后我就得到那边游戏里面把那个什么混音什么这个点一点啊，然后再回来麦克风再回来啊，声音没有。啊，那么这里一般我们现在画好了这边以后呢，我们肯定就干脆就把那个花都画好了啊。那么在这里画出它的一根筋啊，画出一根筋。然后在这里我们给它画一朵叶。咱们顺手就把它画掉了啊，顺手就画掉。叶子不要很多啊，咱们给它有一个有个感觉就可以了。幽兰这2天是画出一点感觉了，是吧？挺好啊。就是要画呀，不画怎么行啊？熟能生巧啊。在这里我们给它再画一点出来。这个大小就觉得这个大小有一点接近了啊，接近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把叶茎给勾掉啊，这个地方的叶茎我们要勾掉它。
后面的这颗石头呢，我们不画黑的。我们这个石头，我们去画它，这块石头啊，画它是先把它画成赭石的，等到一会儿最后我们看效果，如果觉得这块赭石的还太普通，不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咱们再把它画成这个石绿。我这里再把它放高一点点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块石头，整个一块石头。我们先用赭石来把它勾出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干嘛现在要两个地方都开呢？两个地方都开，造成我们很多麻烦，对吧？多讨厌咯咯咯叫了一声其实我们大部分同学还是在 UC。这边视频是大一些，但是好像跟我们也没多大关系。这个房间我们挂在那里，两头挂在那里，录像嘛不好放，什么不好那个，是吧？这是个问题。咖啡屋把它拉过来的。视频嘛是大，要不干脆那边撤离这里有这里的好处，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两边都挂呢，总是有点问题。在这里啊，我们再看一下这块石头啊，我们有些同学都有点分不清楚啊，也搞不清楚。你看啊，当我每画一根线的时候，我就出来一个面。我上次讲过啊。每画一根线的话，它就一个面就出来了。比如你看，我现在再画一个面，这个画山水啊，它就是很简单的，它就是有一个面，然后再来画两根线，它的面这就出来了啊。对吧？出来以后。咱们还是拿这个，你看旁边插一下吧。至于你通过什么办法来点它，那就是各种皴法不一样啊。这个皴法也可以啊，对吧？我们只要把这个面给画出来就行了。画好了以后，一会儿我们就把那个赭石给它一染。
折射一染以后，最后整个看效果，如果觉得这上面还是很平的话，我们压上这个石绿就可以了。我们呢，画画的人呢，就是要利用我们所有的这个能够利用的时间。到时候你做一些练习啊，或者是做一些脑子里的这个创作的一种考虑啊，这个呢都是很有用，时间也不会浪费掉。我今天下午画了这个，是吧？还画了一个牡丹，也画了一张这个。然后吃晚饭的时候，等开饭，然后我又画了2张，没妆，花没有画，花还没有画，但是这个妆头都已经画好了。我到时候把花点上去，然后再考虑哪地方是不是还得加个鸟啊，或者是加个什么东西你看我这个一点时间也不浪费。这里我觉得好像还有的地方不正常，突然间给我调出房间了，他自己又进来了，又有这种声音，讨厌的交流声音，不影响是不影响，但是我就烦了，非常烦躁，听了这个声音很烦躁，是吧？这样的话，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是不是给它连起来了啊？变成一个整体了，对吧？这个花和这个石头变成一个整体。因为这个折射染上去的话呢，它红不过它，所以我们还能看得见。好，那么这里呢，我们把毛笔中间的一些干的或者是再去补充一点水分淡一点的这些东西呢，我们都给它存上去。存上去这个石头就你越是存得到地，它上面实际上这个内容就更多。美云你来了啊！那个，我跟你说，我大概在4月的这个中下旬的时候，我可能会又会到日照来了。我是先到泰山。现在呢，我们先不染
这赭石我们先不染，然后我们去到那边就是画那个玉兰去，等到画了玉兰以后，它这个就干了。是啊，这个咱们我要跟张老师去联系一下啊，看看张老师他什么时候有时间，然后我在上海把那个课换一换。因为他没有到过台山，没有到过曲阜，那么我们先过去。我泰山还有好几个同学来，秋叶啊，还有好几个同学。然后从泰山，然后再到，还没有定下时间还没有定下。反正就是因为到4、5月份的时候，说是海鲜最好的时候嘛，不行嘛就5月份去，啊，但不是很晚，不能很晚。现在我还不知道，我家庭还会出点什么事情，我现在也不清楚，因为我老娘好像最近不是很好，她要是出点什么事儿的话，我可能还得延期。然后呢，我们就等待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最后这个要填上石青，这个要填上白粉，是吧？对于这个鸟来说，那么我们呢，现在由于这个地方小，不是说我那个桌子小。是我们这个摄像头的范围比较小，你看我放的那么高，才能看到这一块地方啊，它也不能把那个摄像头缩得很小啊，全部都看到啊，那也不可能，所以我只能怎么办呢？我只在这个位置上，我只能卷来卷去啊。当然我们基本上脑子里面都有一个概念啊，在上面。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去画。要画这个玉兰了，那这个玉兰花呀，我看昨天听雨就传上来啊，这个玉兰花就传上来了，那最近可能会开啊。凡是我在我们这个老干部大学，我去老干部大学，我上课的时候呢，好像，他门口，他花园里面有一个大玉兰，大玉兰树，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啊，最近还没看到开，但听雨呢，好像已经传上来了啊，已经传上来，已经开了。应该还要过几天才开吧，啊，要么你们那里开得快是吧？他又来了，真讨厌！他咕咕咕的声音他又来了。那么这个玉兰它有2种。一种呢，还有就叫广玉兰，它那叶子看上去啊，就跟那个这个枇杷树特像啊。那么一种呢，就是光开花，开了花以后在这个长叶啊，
那么这边呢，我们大家看一下，我在这里就开始画了。它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玉兰它开足了，也有的时候呢它没开足，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得把这个玉兰的形状画出来。我们这里是一个用的这个钉头鼠尾法啊，然后这里它第二个，用的钉头鼠尾，它有的枝给遮住了，有的没遮住，咱们不去管它。咱们现在开始画的时候，没有一根枝，我们脑子里没有一根枝的概念啊，因为这个枝不要紧的，它黑的。像这种淡的这个玉兰花呢，这个枝一盖就盖掉。你看我这里画一根枝的话，它就跑前面来了，对不对？你看这里用的是一个钉头鼠尾的办法啊。玉兰花应该是9个花瓣，应该9个花瓣，但是我们看不到它开9个花瓣啊，大部分情况都看不到。哦，对，有些都开了。我说那个，因为我看的最多的是我们学会区的那个老干部大学里面的一个玉兰树啊，特别高，特别大，一看的满树都是花，很大的这个，这不又声音又来了？你看，他一下子马上就出毛病，我赶紧什么混音和那个麦克风换一换，它好了。吧，那么我们现在也不去管这个枝从哪儿来，反正咱们能想到的这个一摊一摊的就画上去就行了。你看，它大部分的我们也不让它开来。啊，你看有的我们可以让它开，又来了这个声音，它要到几分钟以后才能听没有声音。你不去动它，它一直有这个声音。很讨厌，这个凭良心说啊，这个两头跑啊，确实有一点蛮烦的，是吧？因为毕竟我们来讲，我们现在画上去，我们只不过是个感觉啊，这个玉兰，也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这个跟真的玉兰一模一样啊，这个也不一定。这个要画出天，
为什么画秋千？上面这个玉兰树很高啊，对不对？它肯定上面挂下来。这边再去啊！你看我们这个，不要去考虑到它是不是有这个枝在哪里。你看我就很随意的在那画啊，感觉有一个像玉兰的这样的花就可以，是吧？花不能平，先不考虑发枝，先不考虑发枝。为什么不先不考虑发枝？晓得吧？因为这个发枝啊，它是一个浓墨。我现在画上去的玉兰呢，它是一个淡墨，对不对？哎，我们前后也不管，我们这个发枝咱们也不管。我们只注意什么？注意这里不要平，要斜啊，不要平掉啊，我们要过掉这些东西。对吧？你现在这样的话，哎，你看好像这里乱了。你看，哎，我们这里有没有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对不对？也没有前，也没有后，都没有啊。就我们看的时候，在看的过程中间的吧，我们可以不停的提问，要不然我也没劲了，我光是像填鸭一样的，对吧？我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跟我交流有进步啊，是吧？我们自己的不懂的地方我们可以问，对吧？那你问了人家不懂的地方，人家也可以知道。好，你看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边过来呢，哎，把这个玉兰花呀和这个鸟，它要给它要连贯起来啊。那么现在呢，有没有连贯？不好啊。那么根据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什么，叫统筹学这个原则啊，所以我现在呢要把那个赭石啊，我要先平涂了啊，我就把那个赭石先平涂了。等到我们再画上去，再画到上面，哎，它那赭石干了，然后我们还可以画其他的东西，对吧？咱们把它平涂了，因为它现在已经干了嘛。最后，如果我觉得这个赭石不好看，咱们在赭石上面再压上3绿，这个石头就变绿颜色啊，那可能更加好看一些啊。涂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样涂，把那个
暗部的地方咱们先涂，把这个石头的暗部啊，咱们先把它涂了。又来什么哒哒哒一下子啊，什么力道？哎，如意啊，如意来了，又来了。谁通知一上线，他就讨厌的不得了。什么？交流声讨厌的擦啊！在这里呢，我们先把这个浓的深颜色的咱们先涂了，深颜色全涂了啊。涂好以后，这涂好了以后啊，然后我们再拿，因为我们这个调色盘里头这个指示还有啊，对吧？不是没有啊，还有啊，还有就蘸点清水，它一蘸清水它就不淡了吗？肯定淡了，对吧？再画上去。平涂啊，这笔触多一点也没关系啊，不要说我这个平涂以后这个笔触是不是上面显得很多笔触，这个都没关系的，一笔一笔上去好了。但是它有一个要注意的，你看我们每次涂上去的话，它不是原地踏步的，它是靠着贴在旁边画的。不能原地踏步啊！原地踏步的话有什么坏处呢？这个水分，你每一笔上去都有一个水分，每一笔上去都是个水分，结果它画的一塌糊涂就出来了。啊，你看我每次放一点水，我放上去一点水，它就淡了一点；我放上去一点水就淡了一些，淡了我们就一笔笔染上去，贴着每一笔都贴着啊，不要就是往上这个原地踏步，原地踏步的水分就太多了，它就可能会从外面跑出来。画到外面来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石头大家看一下，它上面有这个褶是它有深浅啊，它有深浅。你把我拉进这个地方来，我现在顾两头，这麻烦的不得了。
一锅两头很忙啊，我到现在这个录像的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上次他这有声音了，据说声音不是很好。好了，我们现在呢还是回到这个预览上面来。现在声音是好啊，我说我放录像的时候，我用这音乐盒放录像，有的放不出来。上次后来我把那个耳机的插头往里头一插好了，我突然拔出来就有声音了。现在我每次要放，我都要把个插头插一下，然后这里头我们听到很多回声，这个声音这个音质不太好。现在当然好了，现在因为我没有用的这个不是放录像了，我现在直接这个麦克风过来是吧？而且我总是有点别扭的声。我们这个房间是人家都朗诵的，因为哗哗的这挤在里头干什么呀，对吧？就都是一看都是这些美女，你突然一个大老爷们挤在这里头，就感到这个别扭的很。你要专门有一个上课的房间，那差不多。哗哗的唱歌，这个哗哗的房间。我们现在人家都是朗诵的房间，这个大老爷们挤在这里头。那么现在呢，大家看，我这边是预览，那么整个从这个蓝雀到边上，你看整个这一片都是空的。假如我在这个上面，我什么东西都不画了，我们就会发现整个这一大片是一个空，而且呢，这个玉兰花呢也跟它没有呼应。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在这个上头，我们要增加一点，增加一个枝出来。当然不是很低，很低的话跟牡丹又弄好了，它可能这里有一个枝，它在这个上面啊，我们有一点，比如说我在这里画一个，这钉头首尾法啊。你看，一颗玉兰花，太空了不行，不是说这个留空不好啊，有的话很简单的话是就3笔2笔啊，但是有的话呢，有的话就比较复杂。那你现在这种花，你本来就是商品的东西，你这太复杂了，以后就太空的话，人家不满意啊，对吧？这个东西都换钱的东西，要符合这个俗人的，以后也有空啊。我有的时候画的3笔2笔的东西都有啊。3笔2笔都好画，你看我们这里把那个，这个花呀，其实我脑子里也没谱，我画到哪里是哪里啊。因为平时呢也很画得很熟，我一直跟你们讲嘛，这个要大家拳不离手，绝不离口，是吧？一直在画。你们看我平时空的时候，我哪里有一天休息啊，对吧？
前些日子那个李老师给我来刻了一个宪章，你看，刻了宪章，上面写什么？就是散淡之人嘛，对不对？那是马连良唱那个空城计的啊。我本是卧龙岗散淡之人呐，那就是那就李老师啊，李启高老师啊。你看，现在我没有前没有后的，是吧？没有前没有后。我喝了很多，对吧？现在我们不去管它，大家等我看我再画下去，大家看到能有没有前后了，很清楚的前后就出来了。好，现在呢，我们这画好以后啊，这里再画2个小花苞。你看，现在画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是用赭石。这赭石干什么呢？画它的花托。又来了，咋回事啊？下面这个花下头画2个，画两点啊，这个就咱们你看，每一朵花下面画2点，赭石的啊，不是很小的2点。那个紫玉兰是心仪，心仪呢，它就没有那么大，没有像这个玉兰那么大啊。那这个2点呢，我们都要先给它点好啊。点好以后呢，我们在这个上头啊，我们去再用黑的点几点，因为这个花托上头呢有很多的毛茸茸的，所以呢，我们在国画里面怎么来表现这种绒毛状的，就像荷花的杆子一样的，是吧？咱们怎么来表现这个绒毛状呢？那就是只好用点的办法。都点好了，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啊，比如说我现在让它从这边过来一个枝，它都长好了吧？然后从这边再让它分出一个枝出来。然后在这里给它这个枝都给它分配好啊，分配好。这里又来了，怎么回事啊？这个交流声。他这个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出这个交流声了。它里面哒哒哒一下，交流声，马上交流声出来。
然后我就得再把那个混音点一下，把那个再点一下，哎，好了。你看，啊，哎，现在我们这个花都画上去了，然后这里给它断掉，再过去，前后也出来了，对吧？那么这里呢，我们用的稍微淡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这里用的浓墨来画枝条的话，那个跟它有冲突。现在这个鸟深，这个淡，它就推到后面去。我们中国话来讲叫浓淡与分远近，浓淡分远近。好了，你看我们顺手呢，咱们拿一支笔蘸一点这个浓墨蘸一点浓墨，在这个上面呢点1、2、3、4、5、6、7、8、9、10，乱七八糟点一点好了。点到外头来一点也不要紧的不是说我一定要点到这个里头，稍微点几点当然你点到里头嘛最好，万一有的时候你点快了，你就出来一点点也不要紧的什么东西没有那么激进，我们最怕的就是画的特别的激进好了，现在这边我们这画好以后再把它移过去移到这边，这边是一团乱麻对不对？这里是一团乱麻那现在你看我在这画的时候它这个一点一点的在干乱，对吧？这挺好，最好是等到这个画完了这干了最好咱们都可以接得上去咱们现在把这团乱麻给理一下这里用点浓墨没关系了咱们在这里看，这出来一根枝，给它这一丛都要给它长到位你看对吧？那这个呢？这个还有下来从那边穿过来的，对吧？那么这个呢，我们让它从这里出来，绕着它后面，再绕过来。你看，这是给它的，这是给它的，对吧？我们都要给它交代出来交代清楚在这里面。因为是浓墨嘛，所以顺手就把那个点子给点了这边从那么也想了，这一朵不是在后头吗？这一朵呢，它在前面吗？我们你看，把这两个一点，然后把这个再连上去。你看，这后边不是还有一朵花跑后面去？所以我刚才大家不要考虑这个的前后，也就是这个道理。画着慢慢的就给它搞定了那么这边我们也有下来靠近鸟的地方我们可以淡一些可以淡一些。
啊。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可以给它发字给它连起来。它可以绕来绕去的这个字，我们都能把它长好啊。这个点上。对吧？那同样呢，这边还有啊。那么说，我们说让它后面过去的时候呢，淡一些，在它后头，在这个尾巴后头。那么为什么我们讲没关系啊？一会儿能看得出来，因为这个尾巴后来是蓝的呀，后来是蓝的，是吧？好，我们现在拿一点点汁绿，啊，我们在它的这个花的后面，我们染出这个花的层次。这个都点上，咱们说就像有毛的感觉啊。然后怎么点法，大家看一下啊。根部开始，你看根部画，从上到下1、2、3，画几条就行了，竖着画几条。你看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层次画出来。再看看，这里还有一个漏网的，嘛，漏网的没关系，咱们就给它一根直转上去了，不怕漏网啊，这个随便画字都可以。好，这个下面我们因为我们不像这个工笔画啊，可以拿清水给它涂出来，我们不能涂出来啊！你要一笔画上去呢，它有边缘就不好看，所以我们是竖，你看竖的，把它一笔一笔的画下来就可以了。它这个前后层次立体感就出来了，对吧？把这个都画好。啊，这个白玉兰，这个白颜色，白的感觉就出来了。对吧？不能太绿了，黄绿色。啊，层次都出来了，是吧？又来了。
真讨厌啊！我跟你讲，我的画法跟人家都不一样。我把主题画好，今天吃完饭之后脑子里想，感觉这个画两个眉庄，先把眉庄画好了放那里，到时候慢慢的上面再补东西，再加东西，跟人家都不一样。人家嘛正儿八经的去脑子去想啊，只想好了以后，我今天画出一张画来是一张画。像我这种流水车轮战的这个流水作业的，别人做不到。现在有立体感啊。最近啊，脑子里很活，可能是我的这个创作的一个热情又上来，但是呢，最近家里事儿也多，是有的时候啊，画有的时候心不在焉呐。老太太在医院里嘛也不太好。你看这个绿的画好以后啊，我们要白的填，白粉啊，我们拿白粉都填了。挤一点白粉，看时间。时间到，我们有几个地方要填，花上都要填上啊，花上面你看，花上面都要填上啊。填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能尽量的不把这个墨线给压掉。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尽量的不要重叠的用笔。我们脑子里记住，它要贴住，不能够叠住。至于到里面有绿的呢，那个不要紧的，有绿的没关系啊。绿的它本来就让它生合在一起也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有顺序的这么过来呢？一个不会漏掉，第二个呢它也就是能够比较容易贴着走，因为这个白的上去我们看不见了，是吧？有的时候涂过没涂过也不知道，有的时候薄薄的涂一层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的话我们不要紧，我们有顺序过来，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啊，哪个地方涂过，哪个地方没涂过。那背后涂白粉是另外的情况。背后涂白粉的话，就比如说你要染你要像染荷花一样的，你要上面烘染，你要染背后涂白粉，涂好了以后在上面打湿了再染，这可以的这是比较工一点的画法。这里用不着，这里想写意的用不着，我是有的时候用我画我自己风格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要染得很厉害，
染得很厉害，它是从这是白的啊。那么当然，这两个红嘴蓝雀的肚子也是白的，对吧？哎，我用的是叫荷花的时候用的，这背后图，你看这个白粉，把那肚子都填掉。你有的时候原地踏步的它有的时候，全部这个白粉都画到外面来，那就不好了。好，上面还有。这里啊，上啊，这一涂好以后，我们去画这个了，画这个树干。那我们这里看啊，这个玉兰的大粗干呢，它有2个地方可以出来。我们再看看这个褶子是不是已经快干了啊？哎，那么一个呢，咱们从这个边上长过去，出枝；还有的呢是从这里长过去，你看从外面长过去，从这里长，这个是石头后头长过去。那么2种办法对我们这个画来讲，都问题不大，都是问题不大。我现在把它翻开来看一下啊，它到底是哪个地方比较好一点？应该来讲是差不多。好，还是从石头后面穿上去比较好一些，对吧？那么这一块是褶实的了，我们已经画了褶实的了啊。如果这个再画褶实的，那就不好看啊。我们这边过来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画它的树干呢，老树干呢，咱们用墨用墨。当然不能用浓墨，用浓墨肯定不行啊！用浓墨的话，这个全部糊掉，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用淡墨，不稀的啊，这个。这棵树可不细啊，粗粗的杆子可以压分量。那么这个注意这个粗细，过来粗细，它要这么粗。它这么粗啊，有的时候画到后来越画越细啊，这个都不行。我们有的时候拿这个手指头比一下，比这边啊。
那么这一根树干上去以后，孤零零的一根树干，那肯定不好看啊！不好看怎么办呢？咱们在这里让它发分支出去。大家还可以看到我避开了这个角，这个角也要避开。那么这个树呢，慢慢的咱们给它再春一下啊，干了以后咱们再春一下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再看这边，这里肯定没问题啊，这里面为什么？你看这个，从这边看我们看不到这个石头的角啊，对吧？但是我们拿下来，再一看，下面没角，没角。如果我这里都是石头，那就不要紧了，那说明我们这个后面这个树啊，这石头后面都看不见。但是我现在这里没角，这个树如果上面下来，我肯定可以看到一点。那么你说我后面这是树根了，可不可以？可以的。问题就是说，你树根画要画出来吧？那你说我就画下来吧，我就出头，可不可以啊？你看我这里，比如说我现在我有个遥控器，咱们把这里一出头，可吧？可以把这树出头了。出头了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块石头很高很高，懂我意思吧？你看我现在这一画以后，这个树一来，这块石头很高很高的。那么相比之下，这个牡丹它也很高很高的，懂我意思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很明显的，就我这块石头。它有点问题，石头有点问题怎么办呢？肯定我们要补救对，把石头画下来，对，所以我们是动脑子在学了在学画的时候就动脑筋。我跟你们讲，一出头这个东西一出头它就没有底了，它没有高度就没有了，这失去高度了。它可能是2层楼高，可能3层楼高，可能25层楼高，对不对？因为没有底，我们窗户外面看出去就是个窗户，窗户外面看出去这个树很高很高，我们知道它有多高，不知道。那么所以呢，现在这很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好，我们让它一定要把这个石头给画出来，画下来。我们注意我们把这边移过去，把这块石头从这边移过来以后，我们还得给它有一个角出来，然后咱们再给它画到下面。你看这样一来的话，肯定没有问题了，对吧？那么这里头呢有一个问题，什么？这个角和这个角是一样的角，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要给它破掉它破掉它。角是可以的这个是出来的角是可以的，咱们不能够把它这个角要看不出来。那么这样一来呢，肯定它这个树干到这里，对吧？没有问题，看不出那么有可能就是个根了，这里就是个根了，对吧？它就没有一个高度高度没有了。这个角呢，我们也给它变一变变一变。不要跟它太接近太接近。好，干了以后我们就去染赭石染赭石。
那么现在呢，我们把那个用那个石青用那个石青呢，把这个苗身上的这个补一补，身上的蓝颜色补一补。我们讲这个石青它有覆盖力，是吧？石青、石绿、朱砂、白颜色，它都有覆盖力，可以覆盖掉。所以我们这里正好有石青咱们把这个石青呢调稍微厚一点点，太薄了它也不行。它身上是蓝颜色的，我们叫它红嘴蓝雀嘛，所以我们这个蓝颜色我们画的蓝一点，和一般一点、淡一点都没关系，所以我们拿3青染也没关系，拿2青也没关系，照上去。这个翅膀上也要盖上去。你看，我们把它盖上去。这里也盖上去，注意不要厚的不得了，厚的你太薄了，你压不上去；太厚了，你花就死了。最好呢就是正好给这个黑颜色吃下去，然后有一点点蓝颜色，最后把它一装裱以后，这个蓝的图跳出来这里后面也是蓝颜色，已经调好了。现在呢，我们2个蓝雀它就很跳了很跳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把它这个石头呢，要用赭石给染一下。目前来讲，最好的办法是电吹风吹一下就干了。为什么这里要出个角？那就避免是一个圆的大馒头、大坟头这里把那个赭石给它染掉
好，哎，那么现在来讲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数后面数。那么这个后面这个数我们到底要纯到什么程度？其实它也是一个怎么讲？单单的，本来它就单单的，是吧？因为它在后头所以我们也不是一定要花非常大的精力来存它只不过比它稍微深一点点就可以了。干一干嘛也可以稍微这都没问题。加一点着急嘛，咱们就把那个电吹风吹一下。基本上我们这幅画就已经完了。最后可能还会拿一点绿颜色什么那个背后衬一下烘托一下，可能会让它烘托一下。基本上我们说这个可以不画也没关系了现在我们这样一来，基本上我们说已经搞定了整个一张画呢，我们基本上已经搞定了当然这块石头是不是要用压实绿这个都没有大的关系，到时候墙上看一看，如果感觉不是非常的舒服，那么咱们把这块石头画成实绿罩上去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呢，我们这幅作品基本上咱们就已经完成了基本上就完成了。我们就录到这里。前面我们大家可能没有看过，我就再把前面的重新放